建筑这一凝固的艺术，实则是人类文明最深沉的叙事载体。在台湾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上，建筑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物理形态，升华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情感符号。它的包容性体现在对多元历史的兼收并蓄。日治时期的官舍静静矗立于现代商圈之间，眷村的红砖矮墙与台北101大楼比邻而居。这种时空交错的建筑景观，恰如台湾社会的缩影，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的故事与此交织，共同编织出一幅独一无二的文化图谱。从建筑美学的视角来看，台湾的发展轨迹展现出一种动人的辩证，既有恪守传统的匠人技艺，也有挑战边界的先锋实践，既有对古法的执着传承，也有对未来的大胆想象。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保守与创新的角力，最终汇聚成这片土地上独特的建筑语言。Hello，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来自荷兰的鬼才建筑设计师 Rem Koolhaas。他是曾在2000年就已经获得了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啊，而且他还曾入围了《时代周刊》世界100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啊。因为他的设计之巅啊，我认为他的设计已经超越了建筑。完全就是颠覆人类审美的大雕塑啊！所以当他来到了亚洲，他的所有的作品都备受争议啊。比如说，北京的大裤衩，大名鼎鼎的大裤衩，央视大楼啊。我曾经在北京不是住过几年嘛，每次开车路过的时候，从底下往上看，的确是有一种从人胯下路过的错觉啊。但是当你看整个楼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不愧是鬼才呀，因为它整个楼的设计类似于无限循环的莫比乌斯环的那种立体的结构，与周围的传统大楼相比起来，简直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另外一个知名丑楼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是出自他手。然后今天大家猜猜我来到了哪里？我来到了台北艺术表演中心，也是出自于 Rem Koolhaas 之手啊！这个设计现在大家还看不出来，被台湾网友誉为皮蛋豆腐。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亲眼看一下这位鬼才设计师的设计到底有多颠。它1点45有一个导览，有一个可以自己上去参观，然后从这个门进去，有一个电梯直接通到上面。这边就是刚才那个橘黄色的门进来，直接通到上面有一个免费的参观自助式的，但是它是有时间1点45开始在这发票。这边是售票处，话剧啊、音乐剧啊的售票处。
金鱼的凳子。景色不错。所以它那个球是在哪边啊？球是在咱们下面吗？哦，球在上面。那个球啊，外面那个建筑看的那个大圆球是观众席，观众是坐在那些凳子是在那个球里面，然后看里面舞台。末日前的冬之旅、自由大教堂、女先知，这都是舞台剧吧？是吧？这还能上去吗？球剧场啊，上面就是球剧场，就是那个大球。魔方上呢顶了个球，然后俗称的皮蛋豆腐，但是它能在这个台北这个地方能体现台湾的文化多元性，它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棒。虽然看起来觉得这个楼有点奇怪，但是很符合台北的这个形象的这个理念。Ram Koolhaas 我觉得是个人才啊，真的是很厉害。他设计的所有的建筑都是让人一看，哎天哪，就是他设计的。是给轮椅。在剧场下楼梯就要非常的 dramatic。哈，呛一动呛，我没定住。现在来到了台中著名的歌剧院啊，看后面这个建筑就知道它非常的特别。哇，你看它的顶，它的所有的顶它都是弧形的哟，它都没有就是直上直下就是平的顶，它上面所有的就跟山洞一样，进来以后就跟山洞一样。哇哦，这个真的是一个时钟啊，这个太妙了。它是转一圈是1分钟吗？对。啊，所以它的指针因为它的秒针是没有，就只看得到那个分针。分针是，和秒针就是在转。哎，好特别啊！这第一步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建筑的神秘了啊！咱们慢慢待会儿听讲解以后，我觉得能学习到很多关于这个建筑的一些大的设计、小的特点、小的特质、一些神秘的一些巧思。是空中花园。以前没有种这么多植物的时候，会觉得哎，这边好像火山口。这个是日本的藤江和子小姐设计的，它是做成一个不锈钢管，做成一个风的感觉。那这个椅子呢是做成花的形状，那它们两个就称为花的风跟风的花。花的风跟风的花。对对对。歌剧院的鼻孔，左边的鼻孔。所以这个形状是可以像喇叭一样。对对对。然后如果有歌唱家在那里唱歌的话，可以公放到广场上。对对对，它是不需要拿麦克风的。哇哦，太酷了！这个从外面看还看不出这么多有趣的感觉，就是从里面看就能感觉真的是像在山洞里往外面看这个世界一样。蝴蝶的翅膀，它都是人的脸，人的侧脸。对，人的侧脸，没错。哦，这个称为土地反转。土地反转。对。
个是苏梦萍老师的作品。所以这边有画眉这边的这个剧场是以歌剧为主吗？其实都有，每一个都可以。只是因为当初这个设计者他因为想说我们就是一些建筑物被口耳相传下来，大家永远都只记得设计师是谁，可是幕后的这些建造的人，这些无名英雄从来都不会有人知道。所以他就把他们的侧脸记录在我们的墙壁上面。这每个人的侧脸都是真的人哦。对，都是真的人哦。所以这一根柱子上面都是设计团队的脸。设计团队的脸。对，那对面那个柱子呢？对面这个都是营造商的脸。对，那后面呢有一些是台中市民的脸。所以他们每一只蝴蝶都是有一张人的脸。左边这个柱子，最底下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对，就是这个脸。最底下这个。对，因为日本人比较谦虚所以他把自己放在最下面。对，导览完了，我就觉得这个建筑能建起来非常不容易，的确也让人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在刚才那个中剧院还是小剧院啊，曲面的墙上。上面印有很多的蝴蝶嘛，那蝴蝶每一个蝴蝶都是一张人脸，都是建造这个建筑付出心血的每个人的人脸。最下方就是伊东先生的脸，然后仰望这个建筑，就这一点我就觉得好感动啊。他当时这个提案啊，这个设计有投到比利时，然后没有被采纳，因为就觉得就这样的建筑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实现。但是呢，在台湾，经过了这么多业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把这么一个伟大的建筑建成了。它外面看，我并不觉得它有多特别，进去以后真的就是让我感觉像进到了山洞里。伊东先生的理念就是让人回归山洞嘛。一开始看这外面的这些形状啊，我就觉得不就是弧形的形状。然后听过讲解以后，就才知道是以清酒壶的形状来设计的这外面这个图案，这灰色的墙啊。看到一个好的剧，然后就像醍醐灌顶，就像喝了一杯好酒一样，让人沉醉。这里边设计的巧思和一些理念真的是很棒很厉害。听过这些导览以后，你就不觉得这只是一个样式奇特的建筑了，能理解到这些设计师啊，一些建造者的一些不容易和一些巧妙的想法。然后我们刚才站到了那个上面嘛，然后站到那个上面往外看，说之前有一个音乐家男高音就是站在那里然后唱歌，然后这个形状，这个弧形的形状像一个喇叭一样，把他的声音在不用麦克的情况下放到这个整个广场上。所以它每一个设计都是有它巧妙的地方。或许台湾建筑最动人、最柔软的精神内核，不在其高低华丽，而在于它始终为人的情感留有空间，为记忆保留回响。正如舒国治所言，台湾的可爱在于它总有一个角落，让你觉得这地方似曾相识。